如果你中间要放2个 baby car seat 的话呢，你的肩膀好像我肩膀是这样子嘛，你整个人要丢进去，要缩进去这样子。因为我这2个 baby car seat 算是相当大的 car seat， 它非常的bulky啊。所以如果你要放2个 car seat 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要放这么大个的 car seat。那你放了这么大个的2个 car seat 过后，你就中间就不要再坐人了，你拿来放 bag 什么。那大人就坐在前面或者是坐在第3排的位置就好了。那好就好在它的冷气出风口是这边的，所以你放 car seat 的话，它可以直接吹到你这样子。因为你也只有这2个位置可以放 car seat， 它就2个 ISOFIX 而已嘛。这个是全新的第2代 Perodua Alza。Alza 是 Perodua 众多车款里面少数在换代之后还能够维持自己车名的车款。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期的甘蔗变成 Viva， 再变成现在的 Asia， 可是 Alza 还是 Alza， 但是 Alza 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 Alza 了。那 Alza 是源自西班牙文 Alza， 意思就是升起，马来文叫 menaikkan。那试驾了这辆车子几天过后呢，我发现它只是沿用了 Alza 这个车名，它跟上一代的 Alza 已经没有太多的关联。因为现在这个 Alza 呢，它是基于 DNGA-B 平台，也就是和 Toyota Avanza、Toyota Veloz 和 Daihatsu Xenia 共同打造的一个车款，所以他们是属于一个多重身份的车款。在印尼叫 Daihatsu Xenia， 那在马来西亚它就叫 Perodua Alza， 而且马来西亚的 Toyota Veloz 和这个 Perodua Alza 都是出自同一个工厂做出来的，只是 job 上不同的 batch 这样子的。再来，这个第2代的 Alza， 它的售价从62,500块到75,500块，而第1代的 Alza 的价格是从52,000到62,000，所以它不只是换代这么简单，严格来讲，它已经是一辆完全不同的车了。从它的外观造型上，从它的内饰格局到它的 specification 等等，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采用 DNGA-B 平台的 Daihatsu Perodua Alza 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3款 Alza 都采用了 LED 车头灯 ，Hatch 和 Advanced 版本呢就有 sequential 的 signal light， 就是这个 zoom 这样子的 signal light。再来 Hatch 和 Advanced 下面也多了 LED 的 fog lamp， 就是 LED 的雾灯。然后3款 Alza 后面也都是采用 LED 的车尾灯。好，在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 Advanced 版本最顶配的 Alza， 所以它的 front grille 这边就多了 Chrome 和 Glossy Black。那如果你买到的是Advanced 以外的版本，就是 Hatch 或者是 X， 他们就没有 Chrome， 也没有 Glossy Black。我现在介绍的这个 Alza 搭配 Elegant Black 的颜色。那这个第2代 Alza 和第1代 Alza 唯一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轴距都是2750mm。那第2代 Alza 就比上一代的加长了205mm， 加宽35mm。但比较特别的是它的 ground clearance 车身离地间隙只有160mm， 相当的低，它可以方便你上下车。但是一般上这个尺寸的车子离地间隙都在，我们看 Toyota Veloz 它有190mm， 那 Mitsubishi Xpander 是205mm 以上，所以160mm 就是离地间隙就是这边咯。OK， 这个地方。然后这台车子就是顶配了的嘛，所以你看这个 Chrome 是从这边一直滑到那边，所以整体上就给你有一种很神秘的 VIP 的感觉。但是 market 上面称之为 MPV， 不过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车身比较低的 SUV。Of course， 它跟之前的 Avanza 不同的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前轮驱动为主的车型，那边就是 front wheel drive 的一个SUV 或者 MPV 啦。所以跟它采用相同的 DNGA 平台的车子，除了我刚才前面讲的 Xenia、Avanza、Veloz 之外，就连最新的 Toyota Yaris Active， 就是马来西亚的 Toyota Vios， 也都是用这个平台。高配版的 Alza 采用 Toyo Proxus CR1 轮胎，然后这个 Advanced 版本后面就用的是 Disc Brake 碟刹，而另外2款低配的后面就用 Drum Brake。再来这个 Advanced 版本它用的不是传统的 Handbrake 手刹车，而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Hold。虽然这个 New Alza 也是用 DCVT 无段式变速箱，但它用的就不是 Ativa 的那个 1.0L3-cylinder turbo 引擎，而是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它有105 horsepower 和138 Nm， 那 maybe 1.5
有102 horsepower 和136 Nm，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MPV， 所以车重比 Myvi 重了145公斤以上。那动力数据差不多，又比 Myvi 重了145公斤，驾驶起来会不会说波辣没气？等下我们去试驾你就知道。当然，这个车子我相信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来省油的，因为它的综合油耗是1个litre能够行驶22个 km， 所以然后75,500块，或者65,000买到这个动力数据是这样子咯。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你花然后7、8万100多匹上下就这样子，你就赚到多2个位置啦。Veloz、Xenia 和 Alza 的车尾各自精彩。如果是 Veloz 的话，后面会用贯穿式 LED 车尾灯；如果是 Xenia 的话，下面会用那种横条式的造型。可是这个是马来西亚 Perodua 设计，所以这边就用了这种三角形的造型。然后我第一眼看到这个 Alza 的时候啊，我马上的想到 Toyota RAV4， 不懂这么就是你要一个 first impression 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是 Advanced 版本，你在左下角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Alza Advanced 的名牌，然后它多了很多的 High Gloss Black， 就是高光泽黑的材质。可是因为车子已经是黑色了，所以你就看不出。那至于 Body Kit 方面呢，它就有一点点保守，因为 Perodua 推出了 Gear Up 的这个 Package， 给你去 Optional Accessory， 给你去附加选项添加，所以它的 Rear Spoiler、Rear Bumper 等等都是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它就是要你自己去担把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它的后车厢呢没有 Power Tailgate 啊，它有137 litre，就比第一代 Alza 多了54公升，因为车身加长了很多，也帮助到在第3排椅背直立的情况下，它还是能够放东西。不过当你掀开这个地板过后呢，就没有备胎，因为这个备胎是就是锁在下面了，你必须要蹲下去车底才能够把它取出来，这样子关起来。第2代 Alza 是 Perodua 的天花板，没有之一。它虽然不是 Perodua 旗下最贵的车款，可是就它的设备，就它的材质质感，它 Alza is the best， Alza is the top。这样我就丑话先讲在前头，这整辆车子只有一个地方我不喜欢，就是它的 steering 可以上下，但是它就没有 telescopic， 就是它不能够伸缩性拿出来推进去。That's it。所以不管你买到哪一款 Alza， 它都有6个 airbag， 也都有 pre-collision warning， 因为你看到挡风玻璃上面有2个镜头，就是用来侦测前方的道路，所以3款 Alza 也都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只是 advanced being advanced， 它就多了 X 跟 H 没有的东西，像是这个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hold， 所以如果你买到不是 advanced 的，就是 handbrake 手刹车。那除此之外呢，它这边还有一个 soft touch 的这个 armrest， 就是它的center console 这边是比较高起来一点点，那低配的就是比较低，高配比较高，低配比较低，很容易理解咯，对不对？再来这个 advanced 呢，它用的是 semi leather， 就是这个布料的座椅，可是在旁边呢就有红色的缝线，还有黑色的这种复合式皮革在包裹它，让它看起来、摸起来、坐起来都比较 premium。再来它的方向盘也是有这个软的皮革包裹。那讲到方向盘呢，在方向盘的右边这边，你就会看到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是自适应自动跟车、自动巡航系统的按钮，也有这个 Lane Keeping Control， 就是你动到线它会帮你摆回来，这个是 Advanced 的专利。除此之外，它也有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点侦测系统，还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退车镜头，就是退车警示系统。那讲到退车警示系统呢，它就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那 Perodua Arus 都没有360 camera 哈，所以这个 Alza 真的是開到準，有幾準，開到幾準，就是你看过的、你没有看过的，它都给你。然后讲到这个东西呢，最 low spec 的那个就没有这个荧幕，然后从 Hash Advanced 就有9寸的这个 Display Audio， 然后里面是支援 Android Auto， 你可以使用 Spotify， 可以使用 Waze、Google Map、Shock Apps 等等。2022年8月18号 Alza 正式支援 Apple CarPlay， 如果你买了还没有的，你过后在 service 的时候可以送回去 Perodua， 他们会帮你加，然后你不用另外给1299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只有在 Advanced 版本才有。那个 Hash 的虽然也是9寸，不过它就是 Ativa 的那一套系统，就是没有 Android Auto 也没有 Apple CarPlay。再来
这整辆车子我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音响系统了。那它有6个 speaker， 就是4个 speaker 加 air pillar 这边的2个推了。它可以讲是100千以下，这套音响系统数一数二了。你可以有 equalizer， 也可以调整这个音响的 position 等等。然后整个起来它的 bass 非常非常的强，我真的是超喜欢这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 Aircon 面板啊，它非常的廉价，非常的 cheap 啦，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啊，就整个好像跟 Myvi 是类似的东西。那讲到 material 方面呢，我知道网上很多人很讨厌我敲东西，所以我就不打算敲了。OK， 所以我没有嫌它，我只是给你知道都是这样子的。因为现代的车子啊，有 50% 以上的材料，我讲的是 average 啊，平均每一辆车子有 50% 以上的材料都是 plastic。那 plastic 的好处是可以轻，轻的好处是可以省油，就像它没有这个电动座椅，所以没有电动座椅就代表车子更加的轻，因为它始终要 hit 到1个liter走22公里，所以这边有一个杯架，然后还有 auto high beam control， 但是这个是比较高级的 auto high beam control， 所以整体上我真的是对它没有太多的挑剔，我觉得 good enough， 以一个75,500块的车子来讲 ，OK， 补充一点的就是呢，它的这个是一个电子仪表板来的，但是它又没有到全电子啦，就是总之就是一个 digital cockpit 这样子的概念。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不喜欢的就是它虽然有 Android Auto， 不过它的 USB cable 是插这边的，所以就会比较排垮啦。OK， 所以变成你要连接 Android Auto 的时候，你要插一条 cable 就会这样子，所以这边就会有一条 cable 这样下来，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因为其他的车款都会把 USB 在这边或者在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就难免会有一条丢粉这样子，大家看到吗？有一条 cable 这样子。Okay， 毫无疑问的，这个 Alza 绝对是史上最多 pattern 的 Perodua 车款。那这里的 pattern 是褒义，不是贬义啊。所以到家要脱鞋 ，OK， 坐下来。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叫它 Flexi Mode。我的频道第一次，你看我只是穿袜子罢了。OK， 所以因为呢，它的前面2个座椅把 headrest 拆掉过后呢，是能够塞躲进去这边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格局下呢，当然是车子没有在走的时候了 ，OK， 不然 OK。所以你看，你可以翘脚什么，所以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你去野餐什么等等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Toyota Group 底下的 Daihatsu Group 啊，他们真的在研究车子的时候，虽然你不够人家大，但是你够人家巧，你够人家灵活，你就 win 了咯。所以单单是这个东西就，我记得上一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好像就是Volkswagen Tiguan 1.4 TSI 有类似这样的东西，而且你抬头看的话，这边有冷气出风口，单单是这个东西就赢了那些很多的所谓7人座 SUV， 通常都没有给你，不管是这边不管是这边后面都没有冷气出风口可以，所以这个就能够直接吹到你的第3排。那我记得第一代的 Alza 呢是没有后排冷气出风口的，所以你就只能够透过中控台上面，它还特地画给你看那个 Aircon 可以穿越2排，你就想了第3排是根本吹不到的。OK， 所以这个模式下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如果你想要 transformer 的话，可以你先把这个椅子给放去前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manual seat 的好处就来了，因为你不用等嘛，你直接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呢，可以首先这边可以这样子放下来啦，再来这个椅子呢，可以你这样子了过后你再拉，你看它可以这样子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就跟 Honda 的那个 Ultra Seat、Magic Seat 有异曲同工之妙。这 Honda 是这样开启，它是这样开启，不只是这个你的这边也一样可以。看到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一样像 Honda 这样子，你可以放花盆，你可以放一些高高的东西。OK， 然后你再把这个椅子，哇，真的是很多 pattern 哦，很多 pattern 哦。你再把这个椅子，哇！10 minutes later， 不对，你要把这个拆掉，拆掉，下完 ，OK， 好，继续。当你把第2排的椅背平躺下去过后，你就可以坐在 third row， 坐在第3排，然后脚伸到去这么长、这么直，你就可以无限的去延伸。我觉得在这个价位
这个 segment 里面，他讲第二，没有人敢讲第一了，因为 in terms of 它的 practicality， 它的灵活性方面呢，100分我可以给他95.7分。如果他多了像 Kia Carnival 这样子的rear facing， 我知道我有点要求太多了。但如果有一天工程师他们研发出可以把椅子德巴类丢饭卷讨变成 face to face 的，哇，那个真的是赢了啊！它还有 facelift 的嘛，或者第3代的 Alza 啦。可以说你坐在这边的话呢，你一转头，这边有一个 12V 的 socket， 所以你自己可以放 adapter USB 接口，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窗口，还有一个杯架，只是说它的 USB 接口就在这边罢了，你的左边就没有啦。所以第3排一样没有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接口，这边有一个 ISOFIX， 这边有一个 ISOFIX， 所以前面的副驾驶座也是没有 ISOFIX， 所以整台车子就只有2个 ISOFIX 接口。OK， 所以这个可能你买到比较大型的 MPV 就可以放比较多的 ISOFIX， 但没有 ISOFIX 你还是可以绑的，只是用 seat belt 就没有这么稳，没有这么好啦。OK， 所以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anchor，OK， 它有2个的哈 ，OK， 就是中间嘛，因为中间的安全带，把它放回去。OK， 这样讲应该够清楚啊吧？我鞋子在哪里啊？我鞋子在这边。哇，那个声音很清脆啊，铁的声音。在我试驾这个 Alza 之前啊，其实我对它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因为我一想到它只有105 horsepower， 138 Nm， 又比 Myvi 重145公斤，而且我之前驾 Myvi 的时候，那个 DCVT 啊。那个经验不是很好，因为很潮，然后又很潮哦。可是啊，昨天我从 Rawang 把这个 Alza 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DCVT 很 smooth 哦。它和 Myvi 上面那个 DCVT 是判若两人，因为这个它更加的 smooth。我相信跟这个 DNGA 平台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它的隔音系统是肯定Perodua 的天花板 ，OK， 它的隔音系统是所有 Perodua 车款里面最棒的。我记得我上一次试驾 Ativa 的时候，我说 Ativa 是我试驾的 Perodua 车款里面最好的。现在 ，OK，Alza 才是 Perodua 里面最atas、最厉害、最好驾的车款。那另外一个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轴距够长，有2750mm。虽然 market 把它定位为一个 B segment 的 MPV， 可是2750是什么概念？我们看这个最新的 Toyota Corolla Altis， 它的轴距是2700mm， 也就是说你在开着 Alza， 可是你的轴距已经长过 C segment 的 Corolla Altis。那这种当你去到 SUV 去到 MPV 的时候，轴距都要再退一个级别，就是它可能在 Sedan 已经是房车了，可是来到这边它还是一个小型的 MPV 这样子的东西。So 你看啊，给小山坡起步踩，你会听到一个非常刺耳、非常尖，怎么讲，非常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声音 ，but is reasonable， 因为你买这辆车子，你不 expect 它200多300匹嘛，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而且你看啊 ，Perodua 还有给你这个 Drive Mode 啊，你按下去的话，它有一个 PWR， 就是 Power Mode 的缩写，所以我们现在在 Power Mode 才有。它 CVT 是无段，可是它又有段，然后那个是段是断断续续那种断 ，OK， 就是它的 timing 不是这么好拿捏啦，然后你稍微过呢，虽然讲这个1200公斤以内的重量不是特别的重，不过对于一个这样子的小型 MPV 来讲，你快过弯的时候你会发现系统的这个 ESC 模式会一直出来。抢救它这样子，因为它的怎么讲？感觉它有一点 handle 不到它，不过其实是 OK 的，因为
就像我上一集驾卡尼夫的时候，我讲驾Sedan 有驾 Sedan 的驾法，加 Hatchback 有加 Hatchback 的驾法，那加 MPV 自然有加 MPV 的驾法。另外，昨天我从 Rawang 上 Plus Highway 回来的途中呢，我发现它的 Comfort Zone 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高。那如果说 Ativa 的 Comfort Zone 在80到100，这个 Alza 呢，它的 Comfort Zone 就到120到130左右。当然，你要跑再快都可以的，我没有讲不可以。你的 RCR 要跑180码可以。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 comfort 不 comfort， 它会不会让你没有信心？你会不会俩波球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你就知道 basically 你现在驾着 Alza， 你也等同于是在驾着一个7人座的 New Toyota Vios 这样子的概念，因为下一代的 Vios 或者泰国的 Yaris Active， 他们都是用 DNGA-B 的平台。那不要误会啊 ，DNGA 不是 TNGA 啊 ，TNGA 是 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那 DNGA 的 D 就是 Daihatsu Global Architecture， 所以 DNGA-B 跟 TNGA-B 最大的差别是 low cost。OK， 所以 DNGA 是一个比较针对阿西安、针对东盟区这种发展中新兴国家而打造的车款。那你说 Ativa 的话，在日本有 Toyota Race 和 Daihatsu Rocky， 可是 Alza 或者 Toyota Avanza、Daihatsu Xenia、Toyota Veloz， 他们就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我们这些国家通用的车款。那在日本你就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本区域的一种 exclusive 啦。你很粗暴的对待它，它就会很粗暴的回应你。如果说跑到高速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风声非常的明显，因为窗口的面积之大。那我不确定 DNGA 应该是跟 TNGA 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的行车视野都会大大的提升，整个 dashboard 会更加的低，然后车身的刚性会更加的好，刚性更好，隔音也更好，车脚也更稳。你一直去拉它，不能了。你会 feel 到有一点点浮啊，有一点点跳啊。虽然讲它用的是16寸的轮胎，但是因为这个轮胎还是它不够，我觉得它不够阔啦，所以我相信很多车主应该会升级去大条一点的大压。那我相信你给它更大条的大压，它就可以干更多的大事情。这底盘真的是可以的，它不是 SI 也是紧加 SI， 真的可以的。只是它的一些怎么讲，它的车身重量还有它的这个轮胎限制了它的发挥，猜，而且160mm 的离地间隙也加强了它的这种，你看，哇，几稳都有哦，你看，哇，但是就因为车身比较长变成你在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出弯的时候，这个车尾会给你一点点的负担，它会影响你的出弯，让到你没有这么 smooth 啦。OK， 现在是 OK。再来，这个 New Alta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不过只有顶配版才有。但是它就不是 Stop and Go， 没有全速域啦，所以它是30 km/h 到125 km/h。所以在这个 range 里面，你的车子可以进入一个半自动驾驶模式，动到线它会跟你自动摆 steering，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里的 button 去调整你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在这个时候，你看，即便是 corner 如果你不小心，你大意了，我大意了啊，它也会顺着这个方向盘顺着这个马路的线去摆它，没有闪。然后它还有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点侦测系统，这个 New Myvi 也是有这个东西。所以坦白讲，你花75,500块买到这个 full spec 版的 New Alza， 你绝对不会rugi。你没有，就是你这个价钱，你再也找不到一辆车子可以给到你这么齐全的设备，这么宽敞的空间。但是 Alza 真的是这么完美吗？它真的没有缺点吗？那我现在假设我要买 Alza 了，有什么原因阻止我买 Alza？ 第一个就是我刚前面讲了，它没有 telescopic 的这个功能，就是你的方向盘不可以拉出来，所以我很难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 sitting position，which 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啦，因为对于手长脚长的人来讲，它很难去调整。那第二个就是外观造型啊，那这个真的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look 啦，它太 sharp 太尖了。Is trying to be someone 啊，他尝试想要像一些人，像一些大哥，我觉得不用了，我觉得小车就应该像一辆小车。它问题就是它好就好在它小车像一辆大车，但它不好也就不好在它小车像，我不懂该讲我啦。总之就是我觉得它没有自己的 character， 太过人云亦云这样子的感觉啊。那这是纯粹是personal preference 啊，就是个人的这个喜好在作怪啦 ，OK？ 所以如果你喜欢它，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要买它，我也觉得是 is a good deal 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样？它很好，可是我不喜欢它。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啦，好不好驾？好驾，方不方便？方便，顺不顺？顺，省不省油？省油，有没有热多？有。我不知道少了什么啦。我很少试车试到这样啊。所以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也记得 subscribe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cut。我现在一直都是启动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不会贴着前方车子的屁股，我不会跳 gear 啦，因为系统会自动跟你保持距离。有人下进来，他会 brake， 他 brake 你会 brake， 他走你会走回你指定的这个时速 which is， 你看我没有踩 brake 啊。其实我从刚才很早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脚就没有在 throttle pedal， 也没有在 brake pedal 了，半自动驾驶。不过我们要再三强调，它不是自动驾驶，你的手还是要抓着 steering， 你人还是要注意四周围。Yeah,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跟 HRV 相同的道理啊，在前面驾车的时候它很舒服，可是你坐在后面真的是很相当的弹跳一下，特别是这条路啊，那个起起伏伏，你真的是 feel 到很怎么讲，很影响你的乘坐感啊。坦白讲，真的是不是很舒服啦，所以在这个价位坐在后面真的是要有非常多的妥协啦。什么？小妹在这种时候也要躺枪？也要什么？